婚礼前7天，我把婚房卖了。消息传到订婚宴现场时，满屋亲戚都愣住了。江爷，你疯了！那是你们结婚的房子。小野，你别开玩笑，那房子是你爸留给你的，你卖了干什么？买了城北那栋烂尾楼。烂尾楼就是荒了8年，开发商跑路那栋。你拿婚房买鬼楼？你把婚房卖了，买了一栋破楼。不是破楼，那栋楼地势最高，主体结构还在，地下有防空层。所以呢，我们结婚以后住防空层吗？这婚不能结，我女儿不可能跟一个疯子过日子。亲家母，你先别急，小野赶紧把钱追回来，跟人家赔个不是。江野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婚房还是那栋烂尾楼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7天后的夜里，暴雨像天裂了一样砸下来，黑水先灌进地铁，再往地下空间一层层压，地下车库被灌满，车灯一盏一盏灭下去，高架被冲断的时候，整座城像被硬生切开，小区停电断粮，医院急诊瘫痪，而林雪就困在这里，被困在酒店地下车库，拼命给我打电话。梦里我没有烂尾楼，没有物资，没有任何准备，我眼睁睁看着父亲留下的老物流站被淹，看着熟悉的人一个个求救，看着城市变成一片黑水，而那栋被所有人嫌弃的烂尾楼，矗立在城北高地，主体稳固，地下防空层干燥，像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。江野，我不是逼你，我只是想过正常日子。你现在把钱拿回来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婚不结了。你说什么？钱已经回不来了，婚也不用结了。你为了那栋破楼，不要我女儿了？7天后，你会回来求我。江野，你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江少爷投资失败，搬去住烂尾楼了。林雪，你早该听我的。穷人最可怕的不是没钱，是总觉得自己能翻身。小野，你爸就留你这么点东西，你不能这么败。我爸留下的东西，我想怎么用，轮不到你管。我是你大伯。7天后你来求我开门的时候，也记得你是我大伯。老板，你这是要装修还是要打仗？都不是。我要救命。江先生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这项目债务复杂，水电没通，消防没验收，后期投入很大，而且这地方没人接盘。地下防空层产权是不是一并转让？是倒是是，但那地方有什么用？潮、黑、没装修，我要的就是它。江老板，你这个活不像装修，你要我们封低洼口、加固承重、重做排水沟、楼顶装蓄水桶，还要把地下防空层改成储物区，你是不是准备开密室逃脱？按图做，钱当天结。哎，开工！小子，你真卖这破楼了？从今天起，你是这里的安全主管。多少？3万。暴雨来之前，帮我把楼守住。什么暴雨？很大的暴雨。行，反正我这条命也不值钱，陪你疯一把。卖婚房买烂尾楼，这不就是末日妄想症吗？建议查查精神状态。有钱人玩游艇，穷人玩烂尾楼，疯了吧？真把自己当救世主啊！他前女友跑得对，这人真有跑得对，这人真有病吧？你看，我就说他疯了吧，还7天后救命，他以为自己是诺亚方舟船长。雪儿，你不会还心疼他吧？他卖了你们的婚房，害你在亲戚面丢尽脸。你要是还惦记他，我可会吃醋。没有。那就好，今晚我带你去看新房，江爷给不了你的，我给。败家玩意儿，300
万买烂尾楼，他是真不怕死。走，找他去。江野，你今天必须把钱退回来，那是你爸的遗产，不是你一个人能败的。合同签了，钱退不回来。退不回来就转给我，我忙前忙后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现在疯了，我这个当大伯的有权替你保管资产。保管？对，你把这栋楼转到我名下，我帮你处理。以后等你脑子清醒了，我还能给留口饭吃。大伯，我以前没跟你算账，是因为我爸刚走，我不想闹得难看。我爸的物流站，你拿走2辆车，说是帮我周转。车呢？我爸的赔偿金，你说替我存着。账呢？今天你要我把楼转给你，可以，先把前面的账算清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你亲大伯。车管记录、转账流水，你签过字的收据我都有。7天之内别再来烦我，否则我报警。你连亲戚都算计？从今天起想进这栋楼可以，但只有一条路。一栋破楼还立规矩，7天后你会知道这规矩值什么。你真觉得他们还会回来？会。到时候，他们不是来骂我，是来求我。江老板，你这不是装修，是建避难所啊！就是避难所。你认真的？马师傅，你家住哪儿？南江花园。把你老婆孩子接出来，今天就接。愿意的话，先住这里。工钱照付，床位我留。江老板，你别吓我，我只说一次。你这药量是准备开诊所？临时医疗区。你知道自己这样很奇怪吗？知道。那你还做？因为奇怪总比来不及好。周医生，7天之内别下地下车处，别坐地铁，最好准备一个急救包。你是在预警，还是在诅咒？提醒。理由？我不能说那个梦，说了只会被当成精神病。我会记住，但我也提醒你，囤积药品要合法，别碰处方药红线。明白。这姑娘不错，比那些看热闹的强。江野，你在网上闹够了吗？有事。陈凯说他可以帮你把烂尾楼转出去，亏一点也能止损。你来跟他道个歉，这事儿还有余地。不需要。你一定要把自己逼到绝路吗？林雪，这几天别去地下车库，别住低楼层，准备水和食物。你真的疯了！你真要疯？疯。要是你错了呢？我宁愿错。
说那哥们儿今晚封楼了，真把自己当末日堡垒指挥官了。那祝他在烂尾楼住得愉快。各位放心，我们酒店排水系统很好，地下车库也有防洪设施。1楼沙袋没问题，地下防空层干燥，发电机试运行正常。小子，你这回可能真蒙对了。梦里，真正的灾难从凌晨2点开始。不知道，真的会有事吗？但我今天送单路过南江那边，水已经到小腿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铁岭统一保管，统一分配。夜里2人1组轮班巡逻，1楼入口未经允许不得打开。我们就10几个人，用得着这么严吗？今晚过后就不止10几个人了。什么？你们小区停电了，水到1楼了。地铁停运了，城南积水严重，我妈家楼下被淹了。现在慌没用，想救人的把地址写下来，水位、人数、老人孩子情况写清楚。我们不盲目出楼，优先救近处和危险等级最高的。你真要救人？能救就救，但不送死。各位，地下车库进水，请大家暂时不要下楼。我的车还在下面。陈凯，我们先上去。我的车300万。张老板，我错了，我老婆孩子在地下车库，我下不去，水太快了。具体位置？南江花园负1层，我老婆孩子在负1层。去南江花园。前面水流太急，绕东侧，那里有绿化带挡水。这小子对城市积水路线熟得可怕。我老婆孩子在负1层，电话断了。你疯了，这水下去就出不来。老韩，绳子拉紧，3分钟我不上来就拽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先给孩子穿。闭眼，抓紧绳子，我带你们出去。叔叔，我会死吗？不会。这样。张老板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。别跪，去楼里帮忙。校车！这鬼天气，校车怎么还在路上？梦里，他被水冲到桥洞下，车里孩子只活了3个。过去！想活就听话。江爷，你在哪儿？酒店地下车库被淹了，陈凯的车也出不去，我们被困住了。江爷，我知道你生我气，可现在真的出事了。你不是准备了救生艇吗？你来救我好不好？你在哪一层？负2层上来的楼梯口，水快到腰了。酒店有消防通道，往3楼宴会厅撤。不要下车，不要等陈凯的车。你不来，我现在有17个孩子要安置，还有南边2个老人被困，
救援优先级，你不是第一。江爷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林雪，我提醒过你。船长，江爷，你装什么？不就是一艘破船吗？我给你100万，你马上来接我们。钱买不到优先级，你信不信我让你那栋破楼以后永远办不了手续？是你前女友？真不去。酒店高层安全，短时间死不了。南边养老院1楼已经进水，走，救老人。江爷，这边！这不是那个买烂尾楼的疯子吗？我操，他真建了避难所！我家停电了，附近只有在城北那栋楼有灯，有地址，还有老人孩子被困了的。这是疯子，这栋楼真的能救命！城北，去城北！开门！求求你们开门！我孩子发烧了，求你们让我们进去！开吗？开。想进来，可以登记、检查、服从分配。谁敢抢，谁出去。本市遭遇特大暴雨，部分区域出现极端内涝，请市民非必要不出门。病人、老人、孩子优先。青壮登记技能，能干活的立即分配任务。会电工，会做饭，我们进来还要干活。因为这里不是酒店，你不是救人吗？救人还讲条件？他们没能力干活，所以优先被照顾。你四肢健全，想吃饭就出力。会什么？搬运、修电、做饭、巡逻都可以登记。我进来是避雨的，不是来给你当工人的。物资统一登记，统一分配。凭什么都听你的？出去是水，进来是规矩，你选。我搬物资。哼，早这样不就完了？你真的把这里变成了避难所？医疗区在2楼，药品按你之前检查的分类放好了。医生不够，护士没有，只能靠你叫志愿者。你这是早就给我安排好了？我希望用不上，但用上了。发烧的先量体温，外伤先清创，药不要乱发，所有用药都记录。江爷，开门！排队登记。你让我排队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陈凯。那你还不赶紧开门？我爸是凯盛集团董事长，这栋楼续手续还想不想办？我一句话能让你永远变成违建。不守规矩，不进。江爷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们家雪儿差点死了，你还这儿摆架子？我买1层楼，够不够？你后面那个孩子发烧多久了？什么？他先进。江爷，你故意羞辱我！他会死，你暂时不会。我出500万。这里不是酒店，钱买不到命。所有刀具、酒精、打火机、贵重物资统一登记保管。你敢搜我？哼，小子，我当年在边境搜人的时候，你还在玩泥巴。不愿意，可以出去。这个床给我们，我女儿差点嫁给江爷，我们能跟外人一样吗？阿姨，你说错了，她不是没嫁吗？江爷，周医生那边缺人，能动的去帮忙。这里没有客人，只有幸存者。
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分成6组，每组设组长，每天登记工时。老人、孩子、病人免费供应，轻壮归劳分配。你凭什么分配我们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这栋楼是我的，现在是灾难时期，你搞私人地盘，小心我举报你非法拘禁。你现在可以走。谁偷抢，第1次警告，第2次降配，第3次驱逐到外部火炉区。小野，快让我们进去！排队。约会证立刻交。我是你大伯，我知道，那你还让我排队？我前女友也排了。你这是记仇，我是你亲人。你爸要是活着，看见你这么对我，我爸要是活着，你不敢来抢他的东西。哎呦，没天理了！亲侄子见死不救，我们家平时对你多好啊！打开检查。这是我家的东西。入楼物资统一登记。那是我妈的降压药，刚才有人从临时药店偷走了。你胡说！几盒药而已，至于吗？我们是江野亲戚，他还能不让我们进？偷药，按规矩，外部缓出区观察6小时，药品归还。降野，你敢？我敢。小子，外面是洪水，不是你家客厅。再闹，我把你扔出去，清醒清醒！小野，我们错了。你看你弟还小，他不小，可以去清洁组。我不去刷厕所。那就别进内区。我不刷厕所。那你出去。写完登记工时，少一件都不算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不会这么狠。你会让着我妈，会照顾亲戚，会把最好的给我。所以你们都觉得我会一直让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林雪，我现在没有时间处理过去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了吗？你现在安全就够了。退烧药不够了，净水片也消耗很快，再这样收人，最多撑5天。5天够了，官方救援最快4天后能打通北线。你怎么知道？那这4天别让这里乱。不会乱，谁想乱，我就先处理谁。江野，这里有条老通道，这方向应该连着旁边的城北旧商场，商场里可能有超市库存、衣物、工具，还有药店物资。我去，商场里可能有药。小心点儿，这地方多年没人走，不一定安全。从另一侧锁住了，里面有人。有人吗？谁？城北 B 据点过来找物资，也可以交换。是你，江野，没想到吧？这商场现在归我了。那些需要治疗。周医生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菩萨。灾难里，谁有本事谁活。你拿了多少物资？不多，但够我的人。这些物资属于商场，不属于你。那你的烂尾楼属于你，商场为什么不能属于我？因为我收人，你扣人。少跟我装正义，你不就是想要这里的东西吗？可以，拿发电机、柴油和药品换。右口不小。江野，我在你楼里受的气，今天要回来一点不过分吧？还有他，医生留下，你们可以带2箱饼干走。你觉得自己赢了？你笑什么？这里最多撑6小时。吓我！你以为我是林雪？6小时后1楼进水，8小时后地下超市泡水，10小时后会为了最后1瓶水打起来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那又怎样？我有人有物资，你们现在在我地盘。那我们走。你不救那些人？我会救，但不是用我的人命换你发疯。谁敢动，我就把谁扔出去！
你还有6小时考虑。江野，想活，带着人和物资来烂尾楼，按规矩登记。想当这里的王，就陪这座商场一起泡水。他以为我会求他。进来了！江野，开通道，我们过去。多少人？所有人，包括你扣在1楼的人。那些废物带过去干什么？浪费粮食！所有人，行了吧？带物资，排队，你最后一个过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是这里的王。你让我干清洁？你之前不是喜欢管理员吗？现在从厕所开始。按现在人数，食物正常供应能撑3天，压缩供应能撑5天，净水片3天，柴油4天。官方救援预计4天后打通北线，所以如我们救援来不了4天，那就撑到来。从今天开始，老人、孩子、病人优先保证热食，轻壮减少1成口粮，但每天完成工时后可领加餐。所有私人物资可自愿上交，按价值换取优先1热水和床位积分，但不得私下交易、高价倒卖。凭什么我的东西要登记？不登记可以，但不能拿公共资源交卖。听见了吗？他就是想把你们东西全收走，灾难还没结束，他就当土皇帝了。对，江野是我侄子，我最了解他。他从小就心眼深，现在仗着楼是他的，故意拿捏大家。觉得我不公平的，可以站出来。好，给你们一个独立区，你们的私人物资自己保管，吃喝自己解决，不参与公共配子，也不用干活。什么意思？生病可以去医疗区，但排在公共成员之后，公共成员优先撤。你这是孤立我们？不是，这是尊重你们的选择。干活有饭吃，不干活也有饭吃，差别也没多大嘛。公共成员优先。他发烧了，先给他看。他今天零工时，公共贡献为0。前面有2个孩子高烧，1个老人伤口感染，你要插队，问他们答不答应。是不是你偷的？谁稀罕你那点东西？你再说一遍！都停下！闹事儿的，外部呼出区。你凭什么？再废话，直接外面淋雨。小野，大伯错了，我们回公共区行不行？可以，不工时。不多少。你们今天少干的，双倍。行。签字，服从分配。你这个人挺可怕的。哪里可怕？你不靠喊口号，也不靠装好人，你让现实替你教育他们。在那里，好心不够用，规矩才够用。你以前经历过这种实事？江哥，西边有信号灯，好像有人被困在医院楼顶。是3院方向。救援组集合。我也去。你已经30个小时没睡了。那是我医院，我必须去。江野，我在这家医院工作6年，
低层病房有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，急诊还有病人离不开氧气，备用电也撑不了几会儿。靠过去！先看水流，这水直接过去，船会被卷进地下跑道，绕住院楼后侧，从连廊窗户进。那边我熟，跟我走。周医生，你回来了！重症多少？能转移多少？药品在哪儿？备用电还有多久？备用电快撑不住了 ，ICU 转不出来，血套病人也在楼上。老韩，带人检查楼梯和连廊。明白。阿飞，统计能走的病人，优先转移孩子和孕妇。好。马师傅，找氧气瓶和担架。我去。周医生，你决定医疗优先级。凭什么先转别人？我爸也快不行了。所有人都会尽力，但必须按危险级别。你是不是想放弃我爸？他救人，你别拖他。你是谁？凭什么管？凭我带了船，你再耽误1分钟，就少一个人能上船。这个先走。这个等下一趟，药箱带上，退烧药和外伤药先搬。阿飞，阿飞，马上来！最后一批能转移的上船了，走。还有楼上，备用电撑不住了。ICU 还有一个老人需要氧气。需要电。需要，哪怕10分钟。马师傅，移动电源。这接不上。梦里，断电后的最后一束手电扫过了那块墙板，拆左侧第3块板。真有。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上船。江野，你到底提前知道多少？够我救一些人。为什么不报警？不提前告诉官方？我说了，没人信。江哥，网上炸了，有人拍到我们旧医院，现在很多人都往这边来了。还有个坏消息，附近几个小宾点物资断了，可能会有人抢。巡逻加倍，明白。从现在开始，这里不是避难楼，是要塞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把食物和柴油交出来，我们只拿东西，不伤人。滚！老头，你们里面老人孩子不少吧？真打起来，谁吃亏？要不分他们一点吧，别打起来。他们人多，真冲进来怎么办？江野得罪人太多了，我们没必要陪他死，把东西交出去一点，大家都安全。1楼主灯关掉，外部通道强光灯保留。冲进去，拿东西！开灯。别动！过去！你敢动我，外面还有我们的人！你们抢过几个 B 地点？
他们抢了我们医院药品。那些药本来能救人，我也是为了活。想活不代表能抢别人的命。我不会用私刑。关进外部隔离区，武器没收，证据记录，等官方救援来后养人交。明白。装什么正义？官方现在都顾不上，你管他们有什么用？不如让他们给我们干活。你很适合和他们住一起。我就是随口一说。想出去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江野现在把自己当救世主，但这楼里不该他说了算。你能放我？我能给你钥匙，条件。帮我拿回本来该属于我的东西。你这个现在当起来不好意思了。这小子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不抓他，抓他他会喊冤。让他动，这一次，让所有人看清楚。走。陈凯，你找什么？你疯了！我疯！我是在救你们！江野凭什么控制所有物资？凭什么他说了算？这栋楼能活到现在，靠的是大家，不是他一个人。都在他手里。他到底藏了多少东西啊？放。江野现在把自己当救世主，但这楼里不该他说了算。你能放我？我能给你钥匙，条件，帮我拿回本来该属于我的东西，制造点混乱，把物资区抢下来。你要抢的不是物资，是几百人的命。雪儿，你信我，我只是想让大家公平一点。你说话呀！你忘了江野怎么对你了吗？他让你排队，让你干脏活，他就是在报复你。陈凯，是你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江野没有报复我，他给了我和别人一样的活路。是你一直觉得自己该比别人多活。林雪，你现在后悔了是不是？你想回去找他了？江野，你赢了很得意吧？你不就是等着这一天看我像狗一样丢脸吗？我没等你丢脸，我不过是在等你露馅。陈凯勾结外部抢劫者，危害避难点安全，从即刻起移入隔离区，取消内区资格。刀疤等人继续关押，等待官方处理。对不起，订婚宴那天我不该那样说你。这几天我才知道你不是疯了。现在说这些没意义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后悔了。后悔也不能改变选择。医疗区缺人，周医生那边忙不过来，你愿意就继续帮忙。挺狠啊！我不狠一点，这里会死很多人。我说的不是陈凯，我是说你对过去挺狠。药品这边还缺一盒退烧药。灾难会逼人往前走，也会让人看清谁值得一起走。雨小了，官方救援是不是快来了？应该快过去了吧？上游泄洪，可能还有堤坝压力。梦里第5天晚上，城市西侧临时堤坝溃口水位2次上涨，很多以为安全的人死在这一波。1楼低处人员全部转移到3楼以上，物资继续上移，下只保留必要设备。雨都小了，还折腾什么？水位没退，他又开始吓人了，你们就继续听他摆布吧。老队，不适合。成了通背，迎接 B 装点。这里是救援国际中心烂尾楼，请报告所在位置和。
和人员 B 情况。现有726人，重症17人，儿童89人，老人132人。你们是民间 B 景点？是726人，重症17人，儿童89人，老人132人。物资按压缩配给，还能撑3天，柴油2天，需要优先转移重症和婴儿。你们有完整登记？有。负责人姓名？江野。北线道路还没打通，预计最快48小时后抵达，请继续保持秩序。48小时，你觉得撑得住吗？如果今晚不出事，就撑得住。江哥，水涨了，涨得特别快。真让你说中了！所有1楼人员立刻上3楼。工程组封闭东侧入口，巡逻组检查沙袋。重症先上，氧气瓶跟上，不要堵楼梯。成天不放降，抓紧我，别松手。放我出去！水要进来了！陈凯，管吗？转移到2楼隔离区，绑好。江野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让我回内区，我能帮忙，我有资源。闭嘴！我爸认识很多人。一起往上，不许回头。水进1楼不代表楼会塌，所有人待在指定楼层，不许乱跑。医疗区病人都安全，不要挤楼梯。注意！小满不见了，他说他的小熊掉在1楼，我没看住他。水已经进去了，他还小。小满，小满，别动。小满，看着叔叔，把小熊放进衣服里，抱住珠子。江野，拉！叔叔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拿小熊。下次小熊也要听规矩。你不要命了？他才10岁。你也是人，江野，你不能一直把自己当挡水的墙。墙倒了，他们更怕。这一夜，旧排水管道被堵死了，淤泥、塑料袋、木板全卡在里面，再不疏通，水压可能从地下反顶，低层结构会受损。备用燃油不到24小时了。一旦断电，医疗区冷藏药品、通讯设备、照明都会出问题。还有一个办法。地下排水井连接市政旧闸门，如果能手动打开，水可以分流到废弃河道。那井在地下负2层，下去全是水。不行，我去，我收结构。你年纪大，水下体力不够。你有伤，我知道路线。你有知道路知道。江野，你到底把自己当什么？预言家、救世主还是死人？梦里我来过这里，那时候没有提前准备，楼里也没有这些人。我亲眼看见这道闸门没有打开，水压冲毁地下结构，整栋楼低层变成水牢。我只是想让更多人活。如果我没上来，按名单等官方救援，不要再收人，保住现在的人。你自己上来跟我说。好，别说的跟交代后事一样，老子还没老到要你收尸。下去后跟紧我，少命令我。左侧有杂物，绕不过去。江野听得到吗？老韩卡住了！别管我，开闸！开闸！快，水压上来了！转了！1、2、3，拉！
江野呢？周医生，你下去也没用。江野，江野，醒醒！闸门开了吗？开了，水位在降，1楼水位开始退了，地下压力也下来了。命大，你混蛋！这算夸我吗？救援队，救援队，负责人是谁？我。队长，这里比有些官方安置点还清楚。这里一直是你们自己管理？是，现有人数814，需优先转运，儿童93，老人146，被关押的抢劫嫌疑人23名，证据、视频和物资清单都在这里。先转重症，医疗组接周医生，2队核对老人孩子名单，3队接收嫌疑人和证据。明白。这9个重症先走，2个需要氧气，3个持续高热，1个术后感染，剩下3个不能长时间移动。按你名单来。是不是那个卖婚房买烂尾楼的人吗？他真的救了几百人！之前笑他的人出来道歉。我朋友就在里面，说没有江野他们，很多孩子撑不到救援。这栋楼不是烂尾楼，是救命楼。城北星河国际中心民间避地点秩序稳定，登记完整，病患已分级，建议按现有管理体系协助转运，不强行接管。之前是我嘴贱，他不是疯子。他救的是命，不是流量。救命楼名副其实。7天后你会回来求我。这批药装完，交给救援队带走。好。我爸是凯盛董事长，涉嫌抢夺救援物资，勾结暴力人员，危害 B 团点安全。你爸是谁？回去再说。江野，你别得意，你只是运气好，运气也是给准备过的人。这种人水退了嘴还硬，嘴硬救不了命。哼。小野，大伯以前对不住你，回去把我爸那2辆车的账补上，还有赔偿金。补，一定补。那就行。江野，等灾后我们能不能谈谈？我不是要你现在原谅我，我只是想重新认识你。林雪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没有机会了吗？暴雨前你已经选过一次。江先生，这批物资要不要一起转走？先转重症和婴儿，物资留一半，等最后一批人走完再清点。走。暴雨过后，城北这栋曾被所有人嫌弃的烂尾楼，成为了数百人的临时避难所。从被嘲笑的烂尾楼到灾难中的生命塔，这里的秩序和准备改变了很多人撑不到救援。江先生，能不能接受一下采访？我这边还要清点物资，采访找救援指挥部。让让，别挡路。江先生，你作为民间避疫点负责人，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？我不讲个人。第一，城市高地废弃建筑应该纳入应急避难地图，而不是完全闲置。第二，地下车库、地铁、低洼商场必须建立极端降雨封闭预案。第三，民间避雨点最缺的不是热心，是规则模板、登记、分区、配给、巡逻、医疗筛查，这些必须提前标准化。第四，救援物资不应该只集中在仓库，应该分布式储备。第五，灾难里秩序比物资更重要，物资会耗尽，秩序能让物资撑得更久。江先生，请等一下。我们想邀请你参与本市民间应急避难体系建设。你那栋楼如果一纳入试点，由政府和社会资本、城市应急避疫共同改造。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不要只改一栋，每个城区都要有。下一场灾难不一定发生在城北。我会把这句话带到下一场会议上。因灾中抢占物资及相关舆情发酵，凯盛集团部分项目已启动调查。你还喜欢江野？喜欢吧。但我现在知道，喜欢不是想回去就能回去。周医生，你喜欢他吗？如果喜欢，
就别像我一样，等错过了才看清。江叔叔，怎么还没走？我们明天去安治病，他非要来跟你道别。叔叔，他陪了我很久，现在送给你。下次你去救人的时候，让他也规矩。好。听说你答应参加试点了，终于不只想着一个人扛了。你这是批评？这是医生建议。其实那天我第一次来检查药品时，真的觉得你很怪。现在呢？现在觉得怪的挺有用。你以后还会做梦吗？你不用回答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别一个人准备。